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音乐方面的内容。其实讲到音乐，我跟大家说，我一直以来就很多年，超过10年以来，我听的都是英文歌。我对中文歌其实会听，但是就主要99%听的都是英文歌。然后但是其实很随机，其实就每个时间段有每个时间段喜欢的东西。比如我之前这几年我就疯狂迷恋电子音乐，是那种动词大词的鼓点很重的电子音乐。其实我现在也喜欢，但是就没有那个时候那样子，几乎每一首听的都是这些。然后有一段时间呢，我喜欢听流行曲，就是 Taylor Swift 的那种。然后，但是这种时间非常少，偶尔吧，因为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，我这个人很奇怪，就是如果我发现一样东西非常的大众，很多人喜欢它，那我就不喜欢它。就是我觉得它好听，但是我不会选择去听这样子，因为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私心，或者我自己个人一些奇怪的性格导致的。我会喜欢一些小众的东西，比如说当年 Lenny 他一点都不火的时候，就好多年前，他真的一点都不火。他出的第一张专辑，我就已经在听他了。他那时候的专辑我超爱，我真的超爱，我超爱那种小众的曲风。然后后来我听着听着，他怎么就火了？他火了之后呢，就是 Lenny 他不是有他们的乐团不是有故事嘛？说 Lenny 火了之后，他的曲风就变了，然后跟他当初的一些理念好像不合，然后他的鼓手还是什么，就其中一个队员就因为这个理念的问题就离开了 Lenny 这个团队。其实我也有相同的感觉，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曲风非常的太流行了，就他跟他当年的曲风一点都不一样。当然了，我知道每个乐团它当然会有创新，会有改进，会有不一样的，但是我始终觉得好像他们现在的风格真的跟当初太不一样了。我喜欢这 Lenny 这个乐团，我喜欢他们的音乐，就是因为他们当初的曲风才吸引我。他现在就越来越不一样了，搞得跟个大众乐团。反正我就从他开始火了之后，我就一首都没有听了，因为我这个真的不是因为我不想追流行，是因为他的曲风我真的变得我不喜欢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哪个？其实 Love 是不是这么读？I'm sorry，Lauv 那位，我们在国内叫她六公主。六公主也是哦，当初也是她刚刚没有火，刚出道的时候的曲风我也很爱，就是很小众、很清新的曲风，我都很喜欢。但是我发现这种小众的歌手、小众的乐队，他们一旦火了之后就开始迎合大众了，这个无可厚非。当然，你想要出名，你想要流量，你就得创作一些大部分人都喜欢的音乐，这个我理解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就会失去你一些原始的听众，比如我这种，我就喜欢他原始的曲风，我就喜欢他以前的那种风格。那他火了之后去迎合大众的话，他就会失去我这种听众。这样子嘛，嗯，还有其实还很多，就很多小众的歌手，越听我就会渐渐的把他们给放弃，真的很难两全。我确实这种东西真的很难两全，你要去迎合观众，你要去保持你自己原来曲风，根本是不可能一件事情，因为你本来就是小众歌手，你走的就是小众路线，你继续小众的话，你根本就不可能大火，对吧？我理解。那
OK 没关系，我就不听嘛，是吧？我就继续找其他的呀。那这是一段时间嘛，后来我又听普通话的国语的流行乐，然后最近最近会喜欢听港乐。虽然我跟你们说，虽然我是广东人，但是我其实很少听粤语歌曲。我最多的粤语歌曲其实是我小时候，我几岁的时候跟着我哥听的，因为那时候是香港乐团大爆发、大爆炸，就很多好听的歌，很多知名的歌手。但是到我青春期，我初中开始我就不怎么听粤语歌曲了。对，那最近又开始听回粤语歌，嗯，这里跟大家介绍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，这个乐团我是一点都不认识哈，是我的哥哥，我的香港哥哥，他听了我觉得好听，然后我才嗯听音识曲。大家知道现在音乐软件不是很智能了，开个听音识曲的那个功能，一搜一样识别就能搜出来这个歌。然后我最近喜欢听的是 Super Moment 这个乐团，一个香港乐团的橙海，橙色的橙，海洋的海。这首歌它的前奏一出现，我就哇，就抓住了我。它的前奏真的是 amazing，超好听。就你能感觉得到，给我一种很自由，咋说呢？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之前的 YouTube 的视频，在折磨山上的夕阳的那个场景，我觉得配上这个音乐真的是哇哦，完美！就你能感受到天地的辽阔，你能感受到那种青春生命的恣意妄为，和朋友一起很开心的那种时光，哇！我觉得哇，鸡皮疙瘩起来了。这个音乐，我觉得喜欢的人会很喜欢，像我这种，因为这首歌我给大家我搜了一下这个歌的一个背后的故事，我给大家说一下。因为橙海的话，它顾名思义就是橙色的海洋。这个它乐评就香港乐团评论说，这个 Super Moment，他用这首歌来绘画这个澄海，来衬托人类的渺小。我有看到，它是其中的一句歌词哈，就一开始前奏主歌的歌词：你创造这太空，浮游失重，越过大气外，探索黑洞。你折射了暖光，融合冰封，骤降作雨露，冷却温度。这个“你”呢，它是用了士字旁的那个“你”。那一般我们中文里面用士字旁去代表人称的话，比如他、你，这些词用士字旁来描述的话，它就是指代神，指代人类以外的一个创造者，比如上帝呀、神呐、神仙呐、之类的，都可以用这个字来代替，都可以用这个字来形容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少用这个词，因为就毕竟它是讲人类以外的一个生物，一个高维度的一个创造者的一个身份嘛。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很少用，可能字面上会用的比较多。书信啊，这样子。这个 Super Moment 的这位作词的，他说他是香港人嘛，他说当他开车开到西环码头一带的时候，太阳西下，海水泛起一片片彩霞。他除了把口袋里面的手机掏出来，
将这个美景记录下来之外，他也感叹大自然的伟大。那随后呢，这个车就一瞬间就开进了稀碎，可能就一个隧道。这时候他让思绪沉淀，然后趁着在隧道里面这不见天日的2分钟，他将所有的感觉都写了下来。这就是这个歌曲的一个最初的灵感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专辑也是在一个这个封面图，这个封面图就是在一个隧道里面。其实我对这个乐队没有什么了解 ，Super Moment， 我一开始以为是 Super Moment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播了个屁，不对啊 ，Super Moment 原来是晚餐时间。然后呢，这个乐队它是力量型的乐队啊，我感觉像是偏比较咋说呢，很有冲击力，很有力量的那种曲风吧。但是这个我感觉到，它前奏是很柔和的，缓缓的把你带进去这个音乐里面，然后这歌曲的后半部分呢就开始激昂起来，但是你会感觉到它是有层次的，它是慢慢的那个情绪的递增的。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首歌。然后我是那种我喜欢一样东西，我一直不停的重复，直到我不喜欢为止的东西。我吃东西也是，我去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子，听歌更是哈。然后我听到别人就如果开公放的话，别人都烦了，我都没有烦的那种。然后那个主唱 Sunny 的嗓音很香港，咋说呢？就是很港式的一个嗓音，就听着就很港式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一听就哇，好香港哦！但是他的嗓音是很好听的，是很好听的，不好听我也不会循环这首歌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编曲方面啊，这个编曲，他说是因为这个主音，他是在海边玩，开那个水上电单车，就水上摩托的时候想到的一个 audible。哇塞，想到的一个旋律之类的吧，我猜。就是因为这个感觉，他就为这首歌营造出了一种浩瀚的空间感。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听到这个前奏，我就能感觉到，哇，就一种很自由、很恣意妄为、很青春，真的很青春的一种感觉。对，这首歌，如果你们会喜欢粤语歌曲或者港式的音乐的话，我会推荐大家去听一下。我当然就可以试听一下嘛，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音乐风格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最近是很喜欢的，嗯。我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首歌，然后可能之后我会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不同时期会喜欢不同的歌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些相关的背景和故事吧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的主题呢？大家记得跟我反馈哦，好吧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一如既往的，谢谢你们。那么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